允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九魔大人面露厉色。我说那些人是我杀的。宋允再度说道。胡说！你可知杀掉同宗之人乃是死罪？九魔大人道。我知道，可是他们想杀我的，我只是自卫。宋允道。他们怎么会有胆子杀你？九魔大人自然不信，在场的玉江也是不信。他们对我图谋不轨，想要对我下毒。被我察觉后，我怒火上头，便将他们全都杀了。我知道你们不信，可能也觉得我的理由荒唐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，我也不辩解，按照宗规处置即可。但我申请入魔玉塔，我有这个资格。宋允道。此刻在场的玉江也是有些慌了。在狱宗的确有个规定，若是天赋卓越之辈或者身份超然之人犯下了大罪，都可以进入魔玉塔。那是狱宗的开创者留下的地方，也是狱宗开创者留下的规矩。只要能从魔玉塔内活着走出来，无论什么罪名都可以抹除。但是至今为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从魔玉塔内活着走出来。进入魔玉塔也便等于是死刑。宋允如此认真，这便不像是开玩笑了。眼见宋允态度坚定，九魔大人暗中传音：允儿，你没必要因为楚风这般，现在改口说你只是想替楚风背下罪名，我可以保你安然无事。可这件事就我做的。宋允暗中回道：你这丫头平日里那么机灵，今日怎么如此糊涂了？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就算是你做的，但你可以说不是你做的，你推给楚风不就好了？九魔大人道：这件事就是我做的，但认宗门规矩，但我不认为我有错，所以我申请进入魔玉塔。宋允这句话不再是暗中传音，而是当着所有人的面。见此情形，九魔大人目光变化，却也是不再多言。他看出了宋允的认真，恐怕再劝也是没有意义。宋允，你可以进入魔玉塔，但你现在乃是杀害同宗之人的罪人。来人，将宋允关押起来。九魔大人一声令下。九魔大人，宋允小姐她。在场的玉江还想求情，因为宋允的天赋他们是清楚的。宋允可以说是当今狱宗天赋最好几人之一，未来前程不可限量。关起来。可九魔大人却是怒喝一声。见状，玉江也不敢怠慢，而是抓住宋允，将宋允向外推去。可宋允临行前却带着微笑看了仙徒老二一眼，只是一眼便让仙徒老二感觉背脊发寒。这个眼神，哪怕是那些老怪物身上他都没有看到过的。你留下，其他人全部出去。宋允被带走后，玉江只留下了自己的那位亲信的魔字玉江。大人，亲信玉江刚刚拿到的追杀令递还给九魔大人。他觉得宋允既然承认了此事，便无需追杀楚风了。狱宗做事也是要讲证据的。可九魔大人看了一眼后却说：继续追杀。大人，难道你要为了仙徒的那个几个人追杀楚风？楚风的成分有些特殊，会不会引来其他？玉江问出不解，可九魔大人却道：仙徒不配。听闻此话，玉江更加不解。可是宋允小姐不是说那是他做的吗？那伙人是他杀的，但他已经被关押起来了。若是再死人，便自然是楚风杀的。九魔大人说道：大人，您的意思？那位玉江目露惊讶，这显然是要栽赃陷害，就是要捉拿楚风。可如何栽赃？那就要自己人杀自己人了。就在此时，九魔大人的手掌轻轻地落在了玉江的肩膀之上，看似温柔，实则极其用力。那股暗中的力道让这位亲信玉江都为之心中一颤。传闻楚风征服了传说中的麦之本源，我想看看是真是假，所以动用咱们自己的人去抓。我要活的，这件事你应该能够办好吧？九魔大人平静地看着这位魔字玉江，属下明白。这位九魔大人的亲信玉江点头，旋即便向外走去。这件事他必须办好，不然死的人必然就是他。与此同时，楚风也是来到了定点传送阵的附近。可楚风也发现定点传送阵被封锁了，但封锁得很隐秘。但楚风还是看出了端倪。楚风立刻掉头，并没有去试探。他知道那必然是陷阱，一定有人埋伏，想从这里离开，怕是不行了。这么快就被发现，事情麻烦了。楚风走远之后，御空而起，来到所能达到的最高空，随后拿出这方世界地图，运用阵法将这个世界面貌还原出来，坐落大地之上。他一边用天眼观察，一边手握天师拂尘。天师拂尘，事关我之性命，这次可一定要帮我，请为我指引这个世界隐蔽性较强的所有地势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催动天师拂尘，而天师拂尘射出多道气眼，落在阵法地图之上。其实他动用天眼已经寻到了多个隐蔽性极强的地势位置。天师拂尘给予的指引，则是与楚风自己观察出来的相差不多。随后楚风又认真观察了一会后，便收起地图，紧接着立刻动身。但他所前行的方向却与刚刚找出的所有地势方向都是不同。仙海鱼族的封锁大阵很强，眼下并未解除，除了他们的传送阵，楚风现在根本无法离开这个世界。那唯一可以离开的定点传送阵已被封锁。楚风虽然无法离开，但仙海鱼族必然也会发现。按理来说会派人来救他，但既然没有来，那便说明仙海鱼族已是自顾不暇。毕竟自打楚风来到清雪上界，那隔壁的微光上界传来的轰鸣便未曾停歇，说明仙海十月他们的战斗仍在继续。既然是陷阱，他们能够自保已是不错，不可能讨得到便宜。毕竟人家狱宗此行本就是有备而来，无法离开此地的情况下，小鱼儿背就走，又被发现。楚风害怕狱宗也封锁清雪上界，但只是封锁便也还好，若是布置侦察阵法，
专门针对小鱼儿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楚风要提前做准备，做好应对之法，但他也没有什么把握。从玉宗目前表现的实力来看，楚风断定玉宗之内也有强大的真龙界灵师，如此巨大的境界差距，便不是手段能够完全弥补的了。楚风自然会全力以赴，但却也需要一定的运气。希望运气能够站在我这一边。仙海鱼族的支援快一点来到吧。楚风现在的计划很简单，布置一个隐藏阵法，能够对抗侦察阵法的隐藏阵法，然后等仙海鱼族救援。毕竟仙海10月他们中了陷阱，肯定会发出求救信号。这里毕竟是仙海鱼族的领地，相信也要不了太久，仙海鱼族支援的人马就会赶到。楚风需要做的就是撑到那个时候。一番赶路之后，楚风来到了确定的地点。这里不是最适合隐蔽的地方，但却是适合布阵的地方。为何不选择适合隐蔽的地方，却还要寻找出适合隐蔽的地方？逆向思维，正常来说，对抗侦察阵法，自然要选择适合隐蔽的地方。在那种地方布置出来的隐藏阵法效果更好，隐蔽性更强。可对方有强大的真龙界灵师，既然楚风能找得到这样的地方，真龙界灵师也必然能够找得到。侦察阵法开启之后，他们反而会着重搜寻那些适合隐蔽的地方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楚风只能反其道横之。楚风来到此地，立刻开始布阵，阵法布置得很快，但快要收尾的时候，楚风却停了下来。他盘坐在这里，仰望着虚空，他在等待，寻找时机。与此同时，关押宋允的地宫之中，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闯了进来，为首的乃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子，此人名为陈辉。楚风认识他，当初楚风参加7届圣府入府试炼的时候，曾遇到过这陈辉，二人自此相识。陈辉给楚风留下的印象还不错。当时的入府试炼结束，楚风还找过陈辉，只是没有找到。只不过眼下的陈辉却穿着狱宗的长袍，在他身后跟着的一行人全部都是狱将级别的存在。当楚风来到关押宋允的大门前，负责看守的人赶忙开口，但语气却是有些虚：“陈辉少爷，这里你不能滚！”陈辉只是一个字，那些看守的狱将便立刻退散。只是推开门，宋允却只是坐在里面，没有被捆绑，更是没有负伤。看似诡异恐怖的牢房内，摆放着一张精致的桌子和椅子。宋允靠着座椅，翘着白皙修长的二郎腿，正在一边吃着桌上的点心，一边看着5记卷轴，那个样子十分惬意。“允儿妹子，你没事吧？”陈辉问道。“你看我像有事吗？”宋允收起卷轴，甜美一笑：“我听闻。”陈辉此话刚出，宋允便道：“都是真的。你咋这么傻？你想帮楚风，大可以另想办法，为啥要拦下死罪？”陈辉慌了，宗规森严，若是罪名坐实，他也没有办法帮助宋允。“我说了，你听闻的都是真的。”宋允强调道。“真的是你杀的？”陈辉问。不过没事，我又死不了。魔芋塔我们不是早就观察过了，现在的我有把握。”宋允道。“你有几成把握？”陈辉问。“1成。”宋允道。陈辉无语。1成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所以你到底是想借机挑战魔芋塔，还是想帮楚风？陈辉问。“都有。”宋允道。“魔芋塔，你若想挑战，不背负这个罪名也能挑战；若是帮助楚风，那更是多此一举。因为九魔大人已经对楚风发布了追杀令，你背下这个罪名，看似仗义，其实啥用没有。”陈辉道。“难道楚风真的杀了狱宗之人？”宋允感到意外，他知道九魔大人不会为了仙途的人追杀楚风，体内没有玉音，算不上是真正的狱宗之人，为他们追杀楚风这种人，名不正言不顺。既然追杀楚风，就必然是其他事情发生，要么是楚风真的杀了狱宗的人，罪名坐实，要么就是想救仙海鱼儿。败露了，楚风杀了狱宗之人，并且是在你被关押之后。不过我派人调查了，不像楚风所为，事有蹊跷。陈辉说道。“你的意思？”宋允眉头微皱。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是有人想对付楚风。”陈辉道。“栽赃嫁祸吗？不过也正常。先不说抓到楚风，能暗中向7届圣府邀赏，楚风本身也有很多东西值得人们惦记，本就是传说中的王之血脉拥有者，如今又获得了脉之本源，这还是世人知晓的，不知道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东西。说实话，我都眼馋。不过那个九魔竟然想利用我狱宗来完成私心，我护的人他感动，很好，我会让他知道我宋允有多记仇。”宋允说这话的语气是带着笑意的，可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笑容，反而一双美眸散发着令人感到窒息的冰冷。但对于宋允这样的目光，陈辉似乎早就习惯了，他早就知道这个来自九魂天河的小丫头很不简单，而他恰恰喜欢这样不简单的宋允。就在此时，大地剧烈一颤，随之颤动开始减弱，但却是持续性的颤动起来。见此情形，陈辉向关押宋允的牢房门外走去，宋允也是紧跟其后。“宋允小姐，你不能！”眼见着宋允也出来了，负责看守的狱将便想阻拦。“滚！”可陈辉一声怒喝，却直接将其吓退。“没事，我不会逃跑，我只是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你知道的，在牢房内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，不过我站在门口就能看到了。”相比于陈辉，宋允则是显得温柔得多。那好吧。负责看守的狱将也只能点头默许。在他们特殊的目光观察下，那地宫的棚顶开始消散，外面的景象映入眼帘。莫说陈辉他们，宋允的小脸也是微微变化。只见天际之上，一道巨大的结界屏障正在快速的扩散，
要不了多久就会覆盖整个世界。与此同时，整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已被惊动，毕竟在这清雪上界，狱宗的人只是少数，并且他们行踪很是隐秘，大多数的还是这方世界的原住民。他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之前有封锁阵法封锁了这个世界，随后向外通行的传送阵法便都失效了。这座清雪上界成了一座被困死的世界，而隔壁的微光上界还不断传来刺耳的轰鸣。他们也都意识到，那很可能是顶尖强者在战斗，定然是有大事发生。因此，这方世界的人们早就人心惶惶，甚至许多人觉得他们这个世界可能要被毁灭。而现在又有一重封锁结界出现，并且这道封锁结界看起来更加强悍，则是让他们更加恐慌。相比于这里的原住民，其实狱宗的人也是有些费解。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狱宗的手段，现在在清雪上界，也只有他们狱宗能施展出这样的手段。可他们不懂，这为何呢？自己困自己，咋回事？为何我们也布置了封锁结界？就连陈辉也是感到不解。倒是宋宇若有所思，心中暗叹：难道这么快，仙海鱼族的人便杀到了，将仙海鱼儿救走了？还是说楚风用什么其他方法救走了小鱼儿？在他看来，无缘无故不会有此阵仗，必然是与小鱼儿有关，是防止仙海鱼儿逃脱。与此同时，楚风也正在注视着虚空之上的封锁大阵，但他面前那尚未完成的阵法并没有继续布置，而是继续观望。没过多久，浩瀚的封锁大阵完成，颤动的大地也是恢复平静。可是很快，大地再度颤动，只不过这一次的颤动非常的微弱，微弱到莫说正常人，寻常的修武者都感受不到。但楚风望着虚空的目光反而比先前更加集中，在观察虚空的同时，楚风停滞许久的双手也随之挥动，开始继续布置那尚未完成的阵法。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侦察阵法大地难以察觉的颤动，正是因为有强大的阵法正在覆盖世界，那是侦察阵法极其强大，比封锁大阵还要强大数倍的侦察大阵。相比于封锁大阵，这侦察阵法无声无息，若不注意很难捕捉。而楚风若想要对抗这侦察阵法，就必须在侦察阵法的开启初期就进行布阵。对方的手段太强，楚风只能在那大阵尚未成型的初期才能看到破绽，从而进行应对。而伴随着侦察阵法扩散，楚风干脆不再抬头看着虚空，而是开始全力完成他那尚未完成的阵法。不是楚风不想继续观察，而是伴随侦察阵法的渐渐形成，楚风已经难以看出破绽。不过在楚风看来，最初所找到的破绽已经足够应对了。楚风的速度很快，在侦察阵法还未彻底覆盖世界，没有彻底开启之际，楚风已经将他应对的阵法布置完成。但楚风短暂思考之后，将小鱼儿从那个阵法之中放了出来。楚风将小鱼儿放入的阵法原本是用来将小鱼儿唤醒的，可是小鱼儿并没有醒。但是这也正常，狱宗的人就是想让小鱼儿昏迷，应该是用了特殊的手段，自然没那么容易唤醒。楚风将小鱼儿放在地上，又开始在小鱼儿的身上布置阵法。楚风不能保证已经布置完成的对抗的阵法是否一定保险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决定给小鱼儿身上再布置一重隐藏阵法。若是对抗失败，被对方发现的话，楚风就用自己来引走对方的视线，让小鱼儿继续隐藏起来。当楚风在小鱼儿身上布置完阵法之后，又取出了一大把丹药，同时塞入口中。那有疗伤的丹药，有止痛的丹药，也有增强结界之力的丹药。看似是无脑的吞了一大把丹药，实则都是楚风精心准备的。就在此时，覆盖世界的侦察阵法已经彻底封锁，并且随之开启。来吧，就让我会一会你狱宗的戒灵师。楚风站起身来，双手放入大阵之中，随后伴随一声轻喝，磅礴的结界之力便涌入覆盖他与小鱼儿的阵法之中。对抗正式开始。